你的存在建立在一场宇宙级别的意外上面。这话听着像夸张，但它大概率是真的。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大的问题。6600万年前，如果那颗小行星的轨迹偏了一点点，没有砸中地球，恐龙也就没有灭绝，那么今天这颗星球上还会不会有人类？这个问题听起来像科幻片的开头，可科学家是真的认真推演过的。答案可能会让你有点不舒服。在那个没有癌状的平行地球上，大概率不会有人类。不只是没有人类，连任何一种能提问题的智慧生命都不会出现。那颗星球依旧热闹，依旧繁盛，生命依旧五花八门，只是没有谁会抬头看星星，也没有谁会问一句：我到底是谁？我从哪儿来？今天咱们就顺着这条线，一步一步把它推演出来。想搞明白这件事，你得先知道那块石头究竟干了什么，它凭什么能把整个剧本改掉？6600万年前的地球跟你今天看见的完全是两副面孔。那时候没有草原，一望无际的青草还没登场，也没有大片的落叶林，秋天不会有满地黄叶，铺在大陆上的是又热又湿的雨林，还有连成片的灌木丛。气候比现在暖得多，南北两极连冰盖都没有。住在这颗星球上的房客，你只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见过，他们在这安家已经将近1亿6000万年了。这个时间长到你根本没法直观感受。霸王龙在林子里晃悠，三角龙顶着头上那3根角，谁来都敢怼一下。犀角类恐龙的脖子伸得极高，你得把头仰到发酸才能看见它的脸。整个生态系统转得又稳又满，处处是生机，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表明这一切马上就要收场。然后某一天，天上飞来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有多大，你脑子里可能建立不起概念。来，我帮你量一下，从你脚下的地面往上量，珠穆朗玛峰有8800多米高，这块石头的直径大约是珠峰的1.1倍，差不多10公里。它冲过来的速度是每秒接近20公里。你想想，现在最快的子弹出膛也就每秒1公里多一点，这块石头的速度是子弹的将近20倍。撞上地球的那一瞬间放出来的能量，相当于全世界同时引爆10亿颗原子弹。撞击点在今天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附近的浅海里。注意，是浅海，不是深海。这一点关键到不能再关键，因为那片浅海的海床里埋着大量的石膏岩，石膏岩里锁着极多的硫。撞击的那一刻，这些含硫的岩石直接被气化，数以百亿吨计的硫酸盐气溶胶被硬生生轰进了大气层的高处。这一环就是后面那场漫长灾难里最要命的一环。那个坑现在还在，叫西克苏鲁伯陨石坑，直径接近180公里。你在卫星地图上搜这个名字，还能看见那个大圆圈清清楚楚地压在地表上。6000多万年过去了，印子还没抹平。有科学家专门算过一笔账，如果那块石头早撞30分钟，落点就会挪到大西洋的深海，那边的海床没有那么厚的含硫岩层，硫酸盐气溶胶的释放量会断崖式下降，后面的降温和遮光效果都会弱得多，恐龙没准就不会全灭。30分钟而已，地球自转就转过去大约800公里，落点整个换一个地方，故事就是另一个写法。你说这算不算命悬一线？撞击发生的那一刻，周围几百公里内的所有东西直接蒸发，不是烧起来，也不是烤焦，是蒸发，中间那些步骤全被跳过，直接从地球表面消失了。冲击波以超音速在大气里推开，掀起高达几百米的超级海啸。撞击点附近的温度高到什么程度呢？高到能把岩石变成等离子体，然后这些滚烫的碎屑被抛上天，再像一场流星雨一样重新落回大气层。重返的时候摩擦生热，把大陆上的树木点着了，一场席卷全球的超级野火就这么烧起来了。
你想想那个场面，火从北美一路蔓延到欧洲、亚洲，整片大陆都在烧。科学家在那个年代的沉积层里翻出了一层全球分布的木炭，就是这把火留下来的签名。从北美到欧洲再到亚洲，厚薄不一样，但确实哪儿都有。还有一个更硬的证据，地质学家在全世界各地6600万年前的那层地层里都找到了薄薄的一层镍，并是化学元素周期表里的一个元素。它在地壳里稀少的可怜，但在小行星里却相当常见。这层碘就是那颗小行星留下的化学指纹，它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灾难的时间节点就卡在这里。这个发现也是后来科学界确认小行星撞击是恐龙灭绝主因的关键一环。但你要记住，这些只是最直接的破坏，真正把恐龙逼到绝路上的是接下来慢慢发酵的那部分。撞击之后的头几个月，地球进入了一个被科学家叫做撞击冬天的阶段，有点像核冬天，但规模更大，拖得更久。你想想，一块穿过大气层的巨石会在天上留下什么？不光是尘埃，还有海量的碳烟，那是全球野火烧出来的产物。这些碳烟颗粒和硫酸盐气溶胶飘在一起，赖在大气高层不肯下来。它们滞留的时间比普通的火山灰长得多，原因很简单，颗粒太细太轻，沉降慢得让人绝望。这就意味着遮住太阳这件事不是几个星期能过去的，而是持续了好几年。有研究认为，核心区域被遮的时间甚至超过10年。阳光被挡在外面，植物没了光，光合作用直接停摆，开始成片地死，全球气温一头栽下去。科学家估算，撞击之后短短几个月，平均气温就跌了超过10摄氏度，高纬度地区跌得更狠。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好几年没有阳光，好几年没有新的植物长出来，整颗星球的食物源头几乎被人一刀切断了。你再想想，几年是多长？一株植物从种子长到成熟就要好几个月，几年没有光，就是好几代植物全部躺平，地面上的植被基本清零。与此同时，大量二氧化硫涌进大气和海洋，变成硫酸，全球下起酸雨，海水开始酸化，海里的生物跟着大批倒下。这场崩溃是全方位的，从陆地到海洋，没有哪个角落能躲开。你可能会问，海里不是离撞击点很远吗？怎么也跑不掉。海洋看着大，但它的底子同样薄。海里的食物链最底下坐着浮游植物，浮游植物也得靠光合作用过活。天一黑，它们先垮，浮游植物一垮，吃它们的浮游动物跟着断粮。再往上是小鱼，再往上是大鱼和海生爬行动物，一路塌到顶。那个年代海里的霸主像苍龙、蛇颈龙这些名字，你多半在纪录片里听过，他们也是在这一波里退场的。同一时期，海洋里的钙质微生物大批消失，酸化的海水让它们连壳都造不出来。你想想那个场面，天上没光，水里没食，壳还在被一点点溶掉。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把它叫做全球性的大灭绝，而不是一场大灾。灾是打你一拳，这是把桌子整个掀了。食物链是从最底下开始垮的，一层一层往上塌。植物死了，靠植物过日子的大型植食恐龙就断了口粮，成批地倒。植食恐龙倒下，吃它们的肉食恐龙也就没了猎物，跟着一起倒。这个传导快得吓人。在这种系统性崩溃面前，没有任何一种大型动物能撑很久。你看，这个逻辑简单的残酷。不管你多壮，不管你是霸王龙还是三角龙，没饭吃就是没饭吃。而且体型越大，反而完蛋得越快。最后的结果是，超过70%的物种从地球上抹掉了。所有非鸟类的恐龙一个不剩。这里有件事，你可能跟大多数人一样想错了。很多人的印象是，恐龙在挨撞之前就已经不行了。那颗石头不过是踹倒了一个本来就快咽气的庞然大物。
但古生物学家手里的数据讲的是完全相反的故事。白垩纪快结束的时候，恐龙的物种多样性还处在相当高的水平，化石记录里新物种还在源源不断地冒出来，看不出一点衰退的样子。也有人提过，当时印度德干高原的火山喷发已经把恐龙压得很惨了。可你把数据摊开细看，这个说法也站不住。恐龙那会儿的适应能力强得很，比这更长时间的环境压力它都扛过来了。所以那块石头不是踹倒了一个垂死的老人，而是把一个正当壮年的王朝拦腰掰断了。你说要是那块石头没来，恐龙还能繁盛多久？1000万年、1亿年，还是更久？没人能给你一个准数，但按他当时的状态推，几千万年乃至1亿年以上，一点都不夸张。而只要恐龙还坐在那个位置上，今天的世界就是另一副样子，今天的地球上就不会有你。这不是随口一说，原因也不是恐龙会把人类的祖先一口吞了，比那深得多。但在解释这个之前，你得先搞清楚一件事，那场灾难里是有一批动物活下来了的。他们是谁？又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因为正是这批幸存者后来演化成了哺乳动物，演化出了灵长类，最后演化出了你。而如果那次撞击没发生，他们能不能走出那条路？这事儿非常值得怀疑。活下来的那批家伙，长相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不是什么大型掠食者，也不是什么威风的猛兽，而是一群小得可怜的哺乳动物。绝大多数的体型只有老鼠到猫那个量级，平时缩在岩缝里、树洞里，或者干脆挖个地洞钻进去，在恐龙的眼皮底下偷偷摸摸地混日子。你想想那个画面，几十吨重的霸王龙从旁边踩过去，树叶哗哗地抖，岩石缝里缩着一只老鼠大小的小东西，眼睛直勾勾往外瞄，等大家伙走远了，再悄悄探出头来。就是这些貌不惊人的小玩意儿，扛过了那场灾难，然后演化成了今天地球上所有的哺乳动物，也包括你。这里其实藏着一个很反常识的点，灾难不挑好人坏人，它挑的是配置。那一刻强壮、凶猛、体型大、跑得快，这些在平时能打遍天下的属性全部作废，甚至反过来成了催命符。而胆小、瘦弱、昼伏夜出，什么脏东西都往嘴里塞，这些平时上不了台面的属性，忽然全部变成了保命符。规则被换了一套，考卷临时改了题目，原来的优等生集体交白卷。他们凭什么能活下来？有3个原因，每一个都很关键。第一个原因，体型小，这听着像缺点，可在那场灾难里，它成了最大的优势。食物链塌了，植物死了大半，大型动物每天要塞进去海量的食物，才能维持体温和活动。粮一断，撑不了几天。但这些小哺乳动物完全是另一套算法。你想想，一只老鼠大小的动物，一天要吃的东西，大概只有霸王龙的几千分之一。食物链崩掉之后，剩下的那么一点残渣，对他们来说已经够活了。灾难里体型越大，死得越快；体型越小，反而越能熬。科学家甚至找到了一条规律：白垩纪末大灭绝之后，能挺过来的陆生动物，体重基本都在25公斤以下。这条线划得清清楚楚，比这重的几乎全军覆没。你说这25公斤像不像一道门？门这边的小家伙大多活了下来，门那边的大块头几乎全躺下了。第二个原因是嘴不挑。白垩纪的哺乳动物基本什么都吃，昆虫、蠕虫、腐肉、真菌一样不放过，能入口的就往嘴里塞。你可能觉得不挑食算什么本事，可在那场灾难里，这个毛病救了他们的命。植物死了大半，大型植食恐龙的饭碗直接砸了，但昆虫和真菌反而因为到处堆着腐烂的东西，爆发式地繁殖起来。对什么都能吃的小家伙来说，那几年虽然难熬，但食物来源始终没被完全掐断。
总能找到点东西垫垫肚子，有些物种干脆靠啃倒下的大恐龙尸体，硬是熬了过来。这吃相在平时算不上体面，可在那种极端环境里，不挑嘴就是保命的手艺。你甚至可以说，那场灾难在食物链上开了一扇很奇怪的窗，大动物尸横遍野，这些小哺乳动物反而迎来了一段食物相对宽裕的日子。第三个原因是夜行，这条可能是最妙的。白垩纪的哺乳动物大多在夜里活动，这不是他们喜欢，是被恐龙统治了1亿多年硬逼出来的求生习惯。白天是恐龙的主场，夜里才勉强安全。结果灾难一来，遮天蔽日的尘埃把地球拖进了长达数年的昏暗。白天活动的动物一下子没了光照，全乱了套。可对那些早就适应黑暗的夜行动物来说，这环境反倒是熟悉的老家。它们的感官，尤其是嗅觉和听觉，早就为低光照调教了上亿年。那段漫长的黑暗对它们的冲击比对别人小得多。你可以这么理解，恐龙把哺乳动物逼成了夜行动物，然后灾难让整个地球陷进黑暗，哺乳动物反倒成了最适应这个环境的那一批。你看，这3条凑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副非常特殊的灾难护身符。而这套本事里的每一条，都不是为了对付小行星专门练出来的，全是在恐龙脚底下被压了1亿多年，硬憋出来的生存策略。恐龙把哺乳动物逼成了极限环境下的幸存专家，然后又恰好因为自己的消失，让这些本事全派上了用场。你说这个逻辑奇不奇妙？压迫他们的那股力量消失了，而被那股压迫塑造出来的东西反倒因此得救。3个优势叠在一起，让这批不起眼的小玩意儿熬过了绝大多数物种都熬不过去的那段时间。然后门开了，恐龙一走，大量原本被死死占着的生态位一下子全空了出来。白天活动的大型植食者位置空了，顶级掠食者位置空了，各种中型动物位置也空了，整片的生态空间摆在那儿，等着新住客搬进来。哺乳动物用一种惊人的速度扩张，演化出五花八门的体型和活法。从草原上的大型食草动物到海里的鲸，从树冠上的灵长类到土里打洞的鼹鼠，大约1000万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地球史上最壮观的演化爆发之一。这事儿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哺乳动物辐射演化，意思就是从一个起点出发，像光一样朝4面8方扩散出去。顺带说一句，鲸就是在这一波里从陆地下海的，它的祖先是一种有蹄的小型陆生动物，不到1000万年就完成了从陆生到彻底水生的改造。这在演化史上属于快得离谱。1000万年是个什么概念？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距今才大约700万年，也就是说，哺乳动物把全球主要生态位占完，花的时间比人和猩猩分家到现在还长一点。可这个速度在演化史上已经算飞奔了，快到科学家得用爆发这个词来形容。你随便挑几个例子感受一下，今天的马和犀牛祖先在恐龙时代只是狗那么大的小东西，今天的蝙蝠在恐龙灭绝之后大约5000万年里就攒出了一整套精密的回声定位系统，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演化史上的奇迹，而它们全挤在同一波浪潮里，全都因为恐龙走了，位置空了，才有机会发生。你换个角度体会一下这件事，同一批基因，同一批身体结构，在恐龙时代磨了1亿6千万年，一动不动。恐龙一走，几百万年里就长出了几十吨的大象，长出了在海里跑的鲸，长出了在夜空里靠声音导航的蝙蝠。这中间哺乳动物本身没有突然变聪明，也没有突然点开什么天赋，变的只有一件事，压在头顶上的那块盖子被掀了。你说这说明什么？说明限制它们的从来不是能力，是位置。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藏着一个逻辑，哺乳动物能有今天，根子上不是因为它们多能打，而是因为恐龙没了。
位置空了。如果没有那次撞击，哺乳动物再熬1亿年，8成还是缩在角落里。这2件事是死死捆在一起的，少哪一边都不成立。哺乳动物的崛起不是自己抢来的，是一场宇宙级别的撞击送上门的。还有个细节值得说说，恐龙灭绝之后大约300万年，这在演化史上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哺乳动物的体型就已经从老鼠量级一路撑到了几百公斤的大型动物，这个扩张速度大约是正常演化速度的10倍。你说这说明什么？说明哺乳动物压根不是在慢慢爬，它们只是被人按着不让动，一旦松手，就像弹簧压久了，猛地弹开，快得让人啧舌。那么反过来，如果那块石头没来，恐龙还在，位置还被占着，哺乳动物会怎样？答案是继续缩在角落里，而且大概率永远缩在那里。恐龙对哺乳动物的压制是一种彻底而且不间断的压制，一压就是1亿6千万年，压的哺乳动物几乎生不出任何向上突围的动力。那种压制到底有多深，可能比你现在想象的还夸张。要理解哺乳动物在那个世界里的真实处境，你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叫生态位。说白了，生态位就是一种动物在大自然里站的那个位置，包括它住哪儿、吃什么、什么时候出来活动，在整条食物链上扮什么角色。你可以把它想成自然界里的职位，职位的数量是有限的，谁先坐进去，后来的人就很难把它挤走。哪怕你能力不差，只要那把椅子上有人，你就没地方坐，只能去别处找。这在生态学里有个名字叫竞争排斥，意思是2个物种如果对同一份资源的需求太接近，早晚有一个被淘汰或者被挤出去。同一个生态位基本装不下2个物种。你想想，职场上新人想抢老员工的位子有多难，生态位的竞争比那残酷多了。输的那个不是降职，是被自然选择直接抹掉。恐龙在地球上扎根将近1亿6千万年，你想想，这是多长的时间？人类从诞生到今天才200-300万年，恐龙存在的时间是我们的50-60倍。从三叠纪末期崛起，一直到白垩纪收场，他们有的是功夫，把地球上几乎每一把好椅子都坐满了，而且他们坐得极其细。白天在大地上溜达的大型植食者是犀角类，体重动辄几十吨；群居迁徙的中型植食恐龙是鸭嘴龙科，伏击或者追猎的顶级掠食者是霸王龙和异特龙那一路，体型中等、速度飞快的追猎型肉食者是迅猛龙那一类，吃鱼的有棘龙，啃贝壳的有甲龙类，吃虫子的小型恐龙更是满地跑。整个白天的生态系统从上到下被各种恐龙分得严严实实，几乎不留缝。你还可以往更细的地方看，大型犀角类用超长的脖子去够别人根本够不着的高处树叶，角龙类用锋利的喙啃地面的低矮植物。不同的恐龙在不同的植被层各吃各的，几乎不重叠。时间维度上也是一样，大型掠食者主要挑光线足的时候出门，小型恐龙就去填黄昏和清晨那2段，从地面到树梢，从清晨到黄昏，每一个位置上都有一只恐龙稳稳地坐着。你说这套系统留给哺乳动物的位置在哪儿？几乎没有。这不是夸张，这是1亿6千万年攒下来的结果，是一套被反复验证过的稳定体系。更要命的是，这套体系天生就带着排斥新竞争者的机制，哺乳动物能在里面找到的只有恐龙看不上的边角料。你想想这有多憋屈，最好的草场、最丰盛的果树、最安全的窝全被恐龙占着，连排队等位都不行，因为人家压根没打算让，剩下的选项只有恐龙不要的角落，夜晚、地下、水底、岩缝里的阴影。哺乳动物就在这些边角料里磨了1亿6千万年，硬是把这些谁都不想要的地方磨成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夜里活动是最重要的一条出路，
白天归恐龙，但大多数恐龙吃视觉这碗饭。到了夜里，视力优势大打折扣，反应慢，捕猎效率低，哺乳动物就顺着这道缝钻了进去，练出敏锐的嗅觉和听觉，在黑暗里讨生活。除了夜里，还有地下，钻进土里挖洞，恐龙那身板根本跟不进来。再就是茂密的植被丛，树根之间的缝隙，陡峭的岩石地带，那些大家伙进不去的地方，全成了哺乳动物的藏身处。换个说法就是，恐龙把阳光底下所有值钱的地皮全占了，哺乳动物只能在地下室和墙缝里蜗居，而且一住就是将近2亿年。这里还得补一句，你别以为这只是身板大小的问题，生态位的门是双向锁死的。哺乳动物为了在夜里活下去，把资源全砸在了嗅觉和听觉上，这套配置在黑暗里是神器，可一旦搬到白天就是全面落后。它跑不过恐龙，看不过恐龙，块头更是差着好几个量级。所以就算某一天有一只哺乳动物脑子一热，想在白天出去闯一闯，它面对的不是一个空位子，而是一整套已经运转了上亿年的专门为白天优化过的对手体系。你想想这有多绝望，不是没机会，是连试错的成本都付不起，试一次就没了。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有化石为证。古生物学家挖到过一块很有意思的化石，叫强壮爬兽，生活在大约1亿3千万年前的白垩纪早期，体重10几公斤，在当时的哺乳动物里已经算是大块头了。你猜它的胃里发现了什么？一只幼年的鹦鹉嘴龙，一具恐龙的遗骸。这说明确实有哺乳动物能吃恐龙，但你注意，是幼年恐龙，是趁人家还小的时候下的手，等对方长大了，哺乳动物根本惹不起。所以这块化石与其说是在展示哺乳动物有多能打，不如说是在标注它们的天花板，已经使出全力了，也就只能挑小崽子。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在1亿3千万年前最能打的哺乳动物，打得过的也只是别人家的小孩，对方一成年就只能绕道走。而这个天花板在整个恐龙时代里一次都没有被顶破过。这块化石之所以被古生物学家反复念叨，不是因为它证明了哺乳动物多厉害，恰恰是因为它清清楚楚地标出了哺乳动物有多弱。另一组化石证据更能说明问题。白垩纪晚期，也就是恐龙最鼎盛的年代，科学家在全球各地的化石层里挖出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可这些化石呈现出一个高度一致的模式，全都是小体型的，全都是吃昆虫或者植物种子的，全都是夜行的。你注意，这说的是全球各地，跨度是1亿多年，模式却完全一样，没有哪怕一种白垩纪晚期的哺乳动物跳出过这个框。这不是化石保存偏差能解释的，因为这个一致性实在太整齐了。还有个更狠的数字是时间，从哺乳动物最早出现大约2亿2千万年前的三叠纪晚期，一直到白垩纪末的那次撞击，将近1亿6千万年，哺乳动物始终就是那副模样，体型小，夜里出没，吃虫吃种子，缩在角落。人类文明才几千年，你说1亿6千万年什么都没变，是不是很难想象？你可能觉得只要时间够长，总该有个突破口，但演化不是这么运作的。演化没有方向感，它不知道什么叫上进，它只干一件事，让活得下去的活着，让活不下去的消失。如果缩在夜里的角落能活，演化就不会推着你去挑战白天那片有恐龙守着的地盘，因为那意味着直接送命。换句话说，没有外力来砸这个格局，哺乳动物就会永远待在那儿，越来越精于打洞，越来越依赖嗅觉，越来越适应黑暗，一代又一代把角落生存这件事做到极致，但绝不会自己走出来。还有一个细节也说明这个格局有多硬，整个中生代的哺乳动物化石里，科学家认出了好几百个物种，
但这些物种绝大多数命都不长，平均不到100万年就灭绝了，然后被另一批同样小、同样夜行的物种顶上，换了又换，换了又换，可换来换去都在同一个框里打转，大框架没变过，生态位没扩过，只是里头的住客换了一茬又一茬。这是一个被封死的系统，不是里面没有生命力，而是门从外面锁着，里面再怎么折腾也出不去。那问题来了，在那个恐龙没走的平行世界里，哺乳动物顺着这条路继续演化，最后会变成什么？答案是越来越不像你，被压在夜里的角落几亿年。最可能的结果是感官越来越极端，但离人类越来越远。具体往哪儿远呢？有3个方向。第一条路是往声音里钻，可能会出现比今天的蝙蝠更依赖回声定位的夜行动物，整套捕猎和社交行为全建立在声波上，感官灵敏到我们今天想都想不出来的程度。第二条路是往地下钻，在土里搭出复杂的洞穴系统，像今天的鼹鼠，但更极致。几代之后彻底放弃视觉，靠感知地面的震动来判断周围的世界。第3条路是往水边钻，去占水岸的生态位，因为大型恐龙并不特别擅长水里的环境。你注意，这3个方向没有一个是通往智慧的，每一条都是朝着感官极致化，往角落里越钻越深，越来越专一，越来越特化。这不是越来越聪明的生物，这是越来越精于蹲角落的生物。那人类这边到底需要什么条件才冒得出来？咱们把这条链捋一遍你就明白了。这不是1、2步的事，是一条极其漫长的链条。大约6600万年前撞击之后，一批小型夜行哺乳动物靠着体型和杂食的优势活了下来。接下来大约1000万年里，其中一只开始往树上发展，成了最早的树栖哺乳动物。你问为什么上树？那你得先想想那时候地面有多凶险。恐龙虽然走了，地面的竞争依然惨烈，树冠层反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上了树之后，为了在树枝之间跳跃和抓握，眼睛开始往前挪，凑出了立体视觉。这就是灵长类的起点。而这一切能发生的前提是地面的生态位已经腾出来了。到了大约3500万年前，一部分灵长类又下到地面活动，脑容量开始明显甩开其他哺乳动物。你看，这又是一次被迫的转身。社会性在这个过程里越来越要紧，群居的压力推着沟通能力往上走，沟通能力又反过来推着大脑往上涨，一个正向循环就此启动。然后到了大约700万年前，气候变了，非洲的热带森林大规模退缩，草原开始扩张。这一步是人类演化史上最关键的一步。在草原上视野开阔，只有站直了才能望见远处的天敌。一旦直立起来，2只手就从承重里解放出来，可以拿来做工具，用工具。大脑一大，语言、社会组织、抽象思维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人类就这么来了。你注意，这里每一步都是被逼的，被天敌逼得站直，被生存压力逼得用工具。没有哪一步是主动追求进步，每一步都是在具体的压力下做出的具体反应。你数数这条链上的条件：小行星撞击、恐龙灭绝、哺乳动物辐射演化、树栖灵长类出现、早期猿类下地、气候变化导致森林退缩、草原扩张把灵长类赶到地面，直立行走，解放双手，最后还得叠上社会性和语言。光是我刚才列的就有8、9步，每一步都不是必然的，都是特定条件下才会发生的事。而在那个恐龙没消失的世界里，这条链从第1步就断了。恐龙攥着白天的生态系统，地面危险，树冠层也没有哺乳动物大量占据的理由。如果没有树栖阶段，就没有立体视觉和灵活的手，没有草原扩张，就没有直立行走。工具这件事根本无从谈起。这里还有一个误区，很多人都会掉进去，就是觉得只要时间够长，总会有某种生物朝着越来越聪明的方向演化。
最后蹦出一个文明来。你想想，演化根本没有目标，它只回应当下的生存压力。脑子变大意味着能量消耗暴涨，在资源紧巴巴的环境里，大脑未必比小脑活得好。人类大脑的重量大约只占体重的2%，可消耗的能量却占到全身的20%，这个代价高得吓人。只有在收益明显盖过这个代价的特定条件下，自然选择才会推着大脑变大。在一个不用工具、没有语言、也没有社会协作的活法里，这个条件根本不成立。智慧的出现是在一堆非常特殊的条件同时成立的情况下偶然冒出来的。你还可以换个角度看这件事。地球存在大约46亿年，生命存在了38亿年。在这38亿年里，智慧生命只出现过一次，就是我们自己。你说这说明什么？如果智慧是演化必然抵达的终点，那智慧生命就该反复出现才对。可38亿年只出了这么一回，这本身就是对智慧是必然这个想法最有力的一记耳光。你再看看今天现成的例子，章鱼有复杂的神经系统，乌鸦和海豚的智力让科学家惊讶多年。可他们走向文明了吗？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正在朝那个方向加速。地球上出现过很多次生物的鼎盛期，三叶虫的时代、鱼类的时代、恐龙的时代，每一次都热闹了上亿年，物种成千上万，可一次文明都没冒出来。这不是运气不好，这是概率的真实模样。智慧不是默认方向，它是需要一长串特定条件才买得起的奢侈品。所以在那个平行世界里，地球大概率依然繁盛，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生命，只是没有任何一种会坐下来问一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除非恐龙自己先迈出了这一步。这个问题，古生物学家是真的认真考虑过的，答案还挺有意思。1982年，加拿大古生物学家戴尔·拉塞尔做了一件当时引发不少争论的事。他和同事一本正经地画了一张假想图，画的是如果恐龙没灭绝，继续演化下去，可能会长出什么样的智慧生命。他们挑中的候选人是一种叫商齿龙的小型肉食恐龙。你可能没听过商齿龙，但它在古生物学界名气不小，因为它长得实在不像大家印象里的恐龙。你先想想一般人印象里的肉食恐龙、霸王龙那种，体型巨大，脑袋相对身体偏小，前肢短的几乎没用。商齿龙完全不走这个路数，它体型很小，成年也就1.8米左右高，体重估计在50公斤上下，前肢有类似抓握功能的爪子，眼睛朝向正前方，有一定的立体视觉。它的脑体比，也就是大脑重量和身体重量的比值，在恐龙里属于相当高的水平，接近某些现代鸟类。你把这些特征列出来，再和早期人类的祖先摆一起对比，确实能看出一些让人心里一动的相似。双足行走，眼睛朝前，有视觉深度判断。拉塞尔据此推算，如果商齿龙再演化几千万年，可能会走向直立，前肢演化成类似手的结构，脑容量继续膨胀，最后长成一种类人形态的智慧生命。他画出来的那个恐龙人是直立的，3根手指，大眼睛，皮肤是爬行动物的质感。你看那张画，第一眼真的会有点别扭，因为它确实长得像个人，可皮肤又明明白白是爬行动物的，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陌生感，像是熟悉的框架里塞进了完全不同的内容。这个设想被叫做恐龙人假说，在古生物圈里被讨论了很多年，也启发了不少科幻创作。好几部作品里的外星智慧形象，灵感就是从这儿来的。但你仔细扒一扒这个猜想，它有几个根子上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脑子的绝对大小。你可能觉得脑体比高就等于够聪明，可你得问一句，这个高是相对谁而言的？商齿龙的脑体比高是相对其他恐龙而言的，在恐龙堆里算不错，可跟灵长类一比，差距还是大得离谱。人类的脑重大约占体重的2%，
商齿龙这个数字在恐龙里算尖子，放到灵长类面前就不够看了。拉塞尔的推算需要一个假设，就是这个比值在几千万年内持续快速上涨，可这样的增速在演化史上找不到先例，就算是灵长类的大脑演化，也花了好几千万年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你不能说起点低就一定追得上，增速本身也需要理由，需要压力去推，而这个压力到底存不存在，就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更根本，是演化的逻辑。演化不会为了变聪明而变聪明，它只回应眼下的生存压力。商齿龙是一种小型肉食恐龙，在白垩纪末的生态系统里，它的对手是更大更凶的捕食者，它的猎物是比它更小的动物。在这种压力下演化，更可能把它推向跑得更快、爪子更利、感官更灵，而不是脑子更大。变聪明的代价是每天得多烧一大堆能量去养那个大脑，如果这个大脑带来的收益还抵不上消耗，自然选择就不会往这个方向使劲。你想想，商齿龙每天要办的事是什么？找猎物扑倒它，吃掉它，然后再找下一个。在这件事上，爪子锋利有用，速度快有用，鼻子灵有用，可想得特别复杂，帮助不大。它不需要制定计划，不需要研究猎物的社会结构，不需要发明工具，它只需要跑得比猎物快。你说这种动物凭什么要去演化一个消耗巨大、收益有限的大脑？在这种活法里，多出来的脑容量不是优势，是每天白白烧钱的负担。换句话说，智慧在那个世界里压根就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卖点。第三个问题是生态位。就算商齿龙真的在某个时间点开始变聪明，它身处的世界依然被大型恐龙牢牢主导。智慧要是没法帮你在这套系统里站稳脚，它就没有被演化出来的理由。你想想，人类的祖先之所以能走向智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逼到了墙角，体型小，力气弱，哪一项硬指标都处在下风，只能靠合作和工具去补。正是这种用脑子补体力的压力，才把大脑一点点撑大。这个前提在商齿龙身上不存在，它作为肉食恐龙本身就有相当不错的生存能力，用不着靠智慧弯道超车，它已经够用了。演化没有理由白送它一个这么贵的大脑。当然你可能会说，商齿龙这条路走不通，会不会有别的恐龙朝这个方向走？理论上不是没有可能，演化本来就是个充满可能性的游戏，谁也没法100%排除。但问题在于，从现有的化石记录看，白垩纪好几千种恐龙里，没有任何一种表现出脑体比持续增大的趋势，也没有任何一种的活法能推着它们走向智慧。可能性不等于零，但概率低到可以放一边。而且就算某种恐龙真的开了这个头，它面对的难度也比人类祖先大得多，因为周围的对手一个比一个强壮。智慧在那种生态里能提供的保护非常有限。更麻烦的是，智慧从冒芽到真正管用，需要的时间极长，中间那段最脆弱的日子里，它极可能早就被淘汰了。还有一点值得提一嘴，就是鸟。你知道鸟是从哪儿来的吗？今天的鸟就是恐龙的后代。这一点现在证据已经相当扎实。鸟类在演化意义上就是长了翅膀的兽脚类恐龙。可你看，鸟类演化了6000多万年，虽然出了乌鸦和鹦鹉这种相当聪明的选手，也没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这本身就说明，哪怕给足了时间，走向智慧也绝不是默认选项。所以拉塞尔的恐龙人是个有趣的思想实验，但大多数古生物学家认为它的概率非常低，不是绝无可能，是在恐龙主导的生态格局里极难发生。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镜像可以对照，就是今天的灵长类。你想想，灵长类和恐龙的处境，某种意义上正好照了个镜子。灵长类是在被压制的处境里，被逼向了智慧；恐龙是在全面主导的位置上，一点走向智慧的压力都没有。被压的那个走出来了，
占尽优势的那个原地踏步。你说这讽不讽刺？这不是一个聪明的东西赢了的故事，这是一个处境决定方向的故事。智慧不是强者的奖杯，是弱者在特定困境里被逼出来的一条偶然的活路。哺乳动物这边走不到人类，恐龙这边通往智慧的路也几乎堵死。那个平行世界里，不管是谁，演化出智慧生命的概率都低得没法看，不是零，但低到讨论中几乎可以忽略。这是大多数古生物学家和演化生物学家比较一致的看法。不是拍脑袋的悲观猜测，是有化石记录和演化逻辑撑着的推断。这就把咱们带到了最核心的那个问题：人类的出现究竟是必然还是意外？你把这条链从头看一遍，答案自己就浮出来了。从那块石头砸下来到你坐在这儿，中间隔了多少个必须？小行星必须砸进那片不到13%的浅海，恐龙必须彻底灭绝，一个不留，哺乳动物必须靠着小体型和杂食扛过那几年的黑暗，灵长类必须上树，非洲的森林必须在700万年前大规模退缩，草原必须扩张，某一只灵长类必须被迫走下地面，必须直立，必须解放双手，语言、工具和大脑必须凑成那个正向循环。这些必须不是说命运安排好了，而是说只要其中任何一件没发生，后面的全部不存在。你数一数，已经7、8个了，每一个背后都是一件本来完全可以不发生的事，而且这些偶然不是各管各的，每一个都踩在前一个的肩膀上，断哪一环，整条链就散了。这不是一个偶然，这是偶然叠、偶然叠、偶然，每一层都足以把链条一刀切断。撞击点偏一点，恐龙就可能活下来。气候变化的时机早几百万年或者晚几百万年，那股力就推不到灵长类头上。非洲草原扩张的幅度差那么一点，某一只灵长类可能就在树上待着，没被赶下来。每一个环节都是一道窄门，而我们恰好一道一道全都挤过去了。你把这个过程想象成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全是门，每一扇门都只开一条缝，而且随时会关上。你的祖先在6600万年里一扇不落地全钻过去了，一次都没卡住。这不是本事，这是运气堆出来的奇观。这就是人类能站在这儿的真正原因。你也许会说，这不就是在讲我们很渺小吗？某种程度上是的，但这跟悲观没有半点关系。换个方向想，你的存在本来是极不可能的事，可你偏偏就存在了。那些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偶然叠着偶然，居然全部朝同一个方向倒了下去，最后在这个宇宙里造出了一个能意识到这件事有多奇妙的存在，那个存在就是你。这不是悲观，这是一件从宇宙概率上看简直荒唐却真的发生了的事。人习惯把自己当成演化的顶点，当成大自然漫长努力的目的地，当成宇宙准备了几十亿年才交出的答案。这种感觉很难说没有道理，因为我们确实站在这里，确实能思考，确实能把我是谁这个问题问出口。但你要是把那条链从头到尾看一遍，就会发现你能站在这里的原因不是演化在努力走向你，而是6600万年前一块石头砸对了地方，把原来那个世界的规则整个掀翻，然后一连串本来各不相干的偶然在偶然中叠到了一起，最后碰巧指向了你。如果那块石头砸偏一点，今天统治地球的大概率还是恐龙，哺乳动物照旧在角落里讨生活，而你不会存在。你读过的每一本书不会被写出来，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不会被创作，你爱过的每一个人不会出生，你好奇过的每一个问题不会被任何生物提出来。不是因为这些事不重要，而是因为在那个平行世界里根本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拥有提出这些问题的能力。那个世界很可能依旧丰盛，生命依旧多样，只是没有哪一种会仰望星空。
没有哪一种会把自己的来路写下来，没有哪一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有多偶然。这不是悲剧，也不是奇迹，就是这么一件事，你的存在建立在一次宇宙规模的意外上面。6600万年前那场对恐龙来说的末日，正是人类这个物种的诞生地。我们以为自己是演化的顶点，但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只是无数种可能性里碰巧被那一次撞击选中的那一个。换一条石头的轨迹，换一场别的灾难，换一次不同的气候变化，地球完全可以走出另一条路，走出一个没有人类但同样精彩的生命世界。只是那个世界里没有生物会知道这件事，而你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你恰好站在那条唯一指向你的偶然链的末端。你知道这件事，这一点本身就是6600万年一连串偶然叠出来的结果。这个逻辑有点绕，但你要是想通了，会觉得奇妙，甚至有点眩晕。奇妙在于，这么多偶然叠起来，居然真的发生了，而且恰好指向了你。眩晕在于，你意识到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偶然倒向另一边，这份奇妙就永远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就是一次极其幸运的抽签。好，这期就到这儿。如果看完觉得还不错，点个赞支持一下，也欢迎把这期分享给你觉得会感兴趣的人。还没订阅的话，顺手订阅一下。我后面还会继续聊这类话题，订阅了才不会漏掉。咱们下期见。